你对别人的态度、语气、表情异常敏感，这不是情绪敏感，这是价值系统的恐慌反应。别人脸色沉一点，你会想他是不是不开心？别人回复慢一点，你开始反思我是不是惹到他了？别人语气硬一点，你会立刻认为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却能感到一种隐性的紧张感。你以为你在敏锐地观察情绪，但其实你是在不停地扫描别人是否对你不满。这种扫描不是你选择的，而是你的内在系统自动启动的一种防御反应。表面上你像是在观察别人，但你心里真正想确认的是，是不是我又做不好？是不是他觉得我不够好？你在观察的不是别人，你是在确认自己的价值是否还在。你对别人的态度、语气、表情异常敏感，是因为你的内在系统把别人满不满意这件事看作自己值不值得被爱。这不是情绪敏感，这是价值系统的恐慌反应。在这种结构里，你的大脑会自动把所有不确定翻译成威胁。比如别人沉默，你的大脑会自动翻译成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？别人语气淡，你以为是在否定自己。别人忙没回你，你怀疑他是不是不喜欢自己了。别人只是自然的状态，但你的系统会自动补全成他好像对我不满意。这是典型的外置价值系统和关系风险扫描过度。你不是在观察现实，你是在用自己小时候学会的生存模式去解释现实。在这种结构里，你的自我价值是外部驱动的。别人态度好，你才觉得自己是好的；别人态度不好，你觉得是自己的问题。别人不说话，你马上开始自我怀疑。这种系统会让你在关系里把别人的所有情绪都归因到自己做错了，把不确定的信号误读成负面评价，用自我否定来维持关系的稳定。你以为别人对你不满，其实那不是事实，而是你价值系统的自动反应。这种结构的形成非常典型。小时候，照顾者的情绪不稳定，大人的反应难以预测，孩子必须学会观察大人的脸色来避免冲突。做不好就容易被冷落或责备，别人满不满意直接影响你会不会被好好对待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孩子会学到必须观察，必须揣测，必须随时调整自己，必须先反省，先道歉。不是因为你敏感，而是那时候这是你唯一的生存方式。于是长大后，别人只是皱了下眉头，你的系统就立即启动旧程序。危险来了，怕自己又做不好了。